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工作不顺，感情坎坷，财运不济，他们四处求神拜佛，找人算命改运，花大价钱请风水摆件，希望能把好运求来。可结果呢？往往钱花了不少，心也累了，生活却依然如故，甚至越来越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都搞错了一件事，好运从来不是求来的，也不是买来的，它是在你腾出空间之后自然而然流进来的东西。打个比方，一间屋子堆满了破旧杂物，灰尘遍布，窗户也被堵死了，屋主天天站在门口喊：阳光你进来吧，新鲜空气你进来吧。阳光和空气能进来吗？进不来，因为没有路。只有当他下定决心把那些破烂全部清理出去，打开窗户，阳光和空气自然就充满整个屋子。人的命运也是如此，我们之所以感觉运气被堵住了，往往不是外面没有好运，而是我们心里、生活里堆满了太多不该留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就像那间屋子的垃圾，占据了所有空间，把好运气挡在了门外。古人对于这个道理早有透彻的领悟。易经里讲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一个人走到穷途末路，感到处处不顺时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变字。而这个变的关键，往往不在于你再去抓什么新的东西，而在于你肯放下什么旧的包袱。当你把那些阻塞的、淤积的东西清理掉，通路自然就打开了，这就是变通。佛家更是把这个道理讲得明明白白。心经开篇就说：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不执着，不抓取，心里不留东西。当我们能把心里的执着、怨恨、贪恋都空掉，苦厄自然就度过去了。这不就是最大的转运吗？所以想要转运，最快的方式不是去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狠下心来，从生命里彻底扔掉，才能让好运找到我们。第一件必须扔掉的东西是对过往的怨念。很多人运气不好，其实不是现在有什么问题，而是他们还活在过去的阴影里。过去被人伤害过，那份怨恨在心里生根发芽，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放不下。过去做错过事，那份愧疚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，日日夜夜不得安宁。过去经历过失败，那份恐惧如影随形，让他们再也不敢尝试新的事物。这些怨念、愧疚、恐惧都是极其沉重的负能量，它们占据着我们内心大量的空间，消耗着我们大量的精气神。更可怕的是，它们会像一块磁铁，不断地吸引来与之同频的人事物。你心里装着怨恨，就总会遇到让你生气的人和事；你心里装着恐惧，就总会经历让你害怕的境况。这就叫境随心转，或者更通俗地说，是你自己把霉运吸引过来的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：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我们所看到的世界，我们所经历的命运，本质上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投射。心里是垃圾场，世界就是垃圾场；心里是花园，世界就是花园。那么如何才能扔掉这些怨念呢？靠的不是忘掉，而是看透。古人对此有极深的智慧。唐代的寒山子有一首诗：有人辱我，有人骂我，我且忍他，让他，避他，耐他，由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这话听起来像是无奈，其实是看透了因果的智慧。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他有他自己的因果要去承担，你揪着不放，等于把他的因果也背在了自己身上，何其愚蠢。真正的放下，是明白那件事已经过去，那个人已经与你的生命无关，唯有你心里的那根刺，是你自己还紧紧握着不放。你愿意松开手，不是为了原谅别人，是为了放过自己。菜根谭里也说：风来疏竹，风过耳，竹不留声。
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事情来了，我们如实应对；事情过了，就让心里恢复平静，不留痕迹。这既是一种修身的功夫，也是一种转运的秘诀。当你把心里那些陈年的怨恨、愧疚、恐惧一件件清理出去，你会立刻感到一股轻松。那压在心头的乌云散开了，阳光自然就能照进来。你不再带着过去的枷锁生活，每一个当下都是新鲜的，新的机会，新的人员，新的可能，才会愿意靠近你。第二件必须扔掉的东西是对未来的焦虑。如果说对过往的怨念是把我们拖向过去，那么对未来的焦虑就是把我们抛向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以后。很多人恰恰就活在这种以后的恐惧里，他们担心明天的工作会出问题，担心下个月的房贷还不上，担心老了没人养，担心意外和疾病突然降临。这些担心有道理吗？焦虑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反而会消耗掉你本该用于解决当下问题的能量，让你陷入越想越怕，越怕越错的恶性循环。更要命的是，一个长期焦虑的人，他的气场是紧缩的，是慌乱的。这样的人就像一艘在风浪中失去控制的船，即使有好风吹来也接不住，反而可能被吹翻。好运是一种轻盈、舒展、向上的能量，它怎么可能会停留在一个紧绷、慌乱的人身上呢？古人对于这种无谓的担忧有过极精准的批评。古语有云：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一个人活不到100岁，却偏偏要去担忧1000年以后的事，这不是自寻烦恼是什么？佛家更是直接把担心称为妄想。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你就在心里预演了无数种糟糕的结果，并且信以为真，把自己吓得半死。这不是妄想是什么？金刚经里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过去已经消失，未来尚未到来，就连当下这一念也在飞速流逝。你把心安住在哪一个上都靠不住，更何况是安住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可怕未来上。想要扔掉对未来的焦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心拉回到当下，只处理眼前这一件事，只面对今天这一天。禅宗里有一个公案，一位弟子问师父：师父，您开悟后都在做什么？师父回答：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。弟子不解：开悟前您不也做这些吗？师父说：开悟前我砍柴时想着挑水，挑水时想着做饭；开悟后我砍柴时只砍柴，挑水时只挑水，做饭时只做饭。这话说得太妙了。我们所有的焦虑都源于身心分离，身体在此刻，心却跑到未来。而修行转运的秘诀就是练习让身心合一，只活在当下这一刻。当你专注于当下，该做什么就全力以赴去做，做完就放下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，大部分根本不会发生，而真正发生的那些，你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。当你的心安定下来，不再慌乱地四处抓取，你才能看清眼前的机会，才能稳稳地接住那份属于你的好运。第三件必须扔掉的东西是对自我的执着，这是最难的一件，也是转运最核心的一关。什么是对自我的执着？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我丢不起这个脸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凭什么要我让步？他算老几敢这样对我？所有这些念头背后都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我。这个我像一副沉重的盔甲，我们穿上它，以为能保护自己，可实际上它把我们和世界隔开了，把好运也隔开了。因为太执着于我的感受，所以别人一句无心的话，我们就能难受3天。因为太执着于我的面子，所以遇到不懂的事情也不好意思请教，错失了多少学习成长的机会。因为太执着于我的立场，所以在人际关系中寸步不让，把本来可以合作的人都变成了对手。因为太执着于我的付出，所以一旦结果不如预期，就陷入深深的委屈和自怜。这副我的盔甲又重又硬，让我们活得又累又孤独。穿着它，你怎么可能轻盈起来？好运怎么可能靠近你？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谓吾有身。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意思是，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烦恼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我。如果能把我放下，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？佛家更是把我执视为一切痛苦的根源。为什么我们会痛苦？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真实的、独立的、需要被保护、被满足的我存在。可佛陀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觉。这个我只是五蕴、色受想行识的暂时聚合，是不断变化的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。死死抓着这个幻觉不放，就像抓着一把沙子，越用力漏得越快，手也越疼。那么怎么才能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呢？不是让你否定自己，不是让你变得唯唯诺诺没有主见，而是让你练习把心量放大。当你觉得被冒犯时，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，他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和苦衷。当你觉得委屈时，试着跳出自己的小世界，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比你更苦更难的人。当你只想索取时，想想你能为别人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。心量一小，全是大事；心量一大，全是小事。当你不再时刻围着我转，你的世界就变大了。你不再那么容易被伤害，因为你不再把那些伤害都关联到我身上。你不再那么固执，因为你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你不再那么计较得失，因为你明白了得失都是生命的一部分。这样的人是开阔的，是自在的。好运不去找他，还能去找谁呢？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回头看看最开始说的那间堆满杂物的屋子，现在清得怎么样了？我们把对过往的怨念扔掉了，那些发霉的垃圾清走了，屋子里的恶臭消失了。我们把对未来的焦虑扔掉了，那些挡住阳光的窗户打开了，新鲜的空气进来了。我们把对自我的执着扔掉了，那些占地方的破烂家具搬走了，整个屋子变得空阔明亮。现在这间屋子准备好了，阳光随时可以洒满每个角落，清风可以自由穿行，新鲜的生命可以在这里扎根生长。这不就是转运吗？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还说过一句话，山之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凿户有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揉捏泥土做成器皿，真正有用的是中间那个空的部分；开凿门窗建造房屋，真正有用的是里面那个空的空间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。想要好运降临，想要生命丰盛，首先要让自己空出来。这个空不是消极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最高级的积极。它是清理，是放下，是腾出空间迎接新的可能。它是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，是一种无欲则刚的力量，是一种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。当你不再被过往的怨念拖累，你就能轻装上阵；当你不再被未来的焦虑困扰，你就能全情投入；当你不再被自我的执着捆绑，你就能与万物相连。到那时，你会发现，好运根本不是你需要去求的东西，它就像空气，像阳光，本来就无处不在，只是以前你的心被堵住了，感受不到而已。最后，我想用一首禅诗作为今天的结尾。宋代吴门会开禅师的这首诗，很多人都熟悉，但每次读都有新的体会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什么是闲事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该扔掉的东西，怨念、焦虑、执着。把这些闲事清空了，心头没有挂碍了，那么每一天每一刻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你的好时节，都是你的好运势。如果你在清理这些闲事的过程中有过任何体会或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你的故事也许就是照亮另一个人的光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
再见。